大家好，我是星星，欢迎来到星星说鬼。这期是星星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关于一位护士在值夜班时遇到的亲身经历哦。为了让故事更有味道，星星也做了内容的调整，希望你们会喜欢哦。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星星的频道哦。我是一名护士，目前在马来西亚的一间政府医院工作。工作的内容是专门照顾住在加护病房的病患们。毕竟这里是全医院的重症部门，除了要经常面对家属们的压力，我们也要随时监控病人的病情。这样病人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们就可以马上给予支援。当然了，在医院工作多年，我也遇到了不能解释的事。我还记得当时有位差不多70多岁的阿公，因为呼吸道感染进院了。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没想到病情加剧成了肺炎，于是他就被紧急送进了加护病房。刚进来的时候，他都是不太清醒的状态。阿公，你听到吗？阿公。但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努力下，阿公的病情渐渐稳定了一些。阿公，你醒了啊？听到我讲话吗？之后的几天，阿公也能吃点东西和说话了。来，阿公，吃饱才会快点好啊。这里的食物我真的吃不惯嘞。之后我出院了，你来找我。我在那边有一道很好吃的茶粿条哦，我请你吃啦。好啦，阿公，只要你健健康康出院，你想请我吃什么好料都可以啦。你还单身吗？看着阿公的病情逐渐稳定，我跟其他同事也都稍微放心了。就这样，到了第2个礼拜的某个晚上，没记错是11点多左右，我当时正在工作台工作。突然，我听到某个病床的监视仪发出了警报声，我马上就起身去查看，因为这代表某个病人有紧急状况，而这个病患就是那个阿公。但是来到床边，我却发现，不可能啊！警报声消失了，而阿公的情况也一切稳定。阿公，你有哪里不舒服吗？将夜了还不要睡觉啊？米西啊，你过来一下。阿公，什么事？来，你跟我讲。当时的我觉得阿公应该是要跟我说他哪里不舒服，结果他却跟我说：米西啊，你可以叫那个人走开吗？没错，我当下觉得很奇怪，到底是要叫谁走开啊？我看向周围，想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整个病房除了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和在工作台工作的几名护士以外，没有其他人了啊！阿公，你在讲谁？是不是刚睡醒眼花了啊？这里只有我而已啦。但阿公望着前方说道：那边咯，他就站在角落那边，你没有看到咩？他从昨天就一直站在那边看着我啊，我很不爽嘞。我听到后觉得怎么可能？整个病房就这么大，而且是禁止陪床的，哪里还有其他的家属呢？这时阿公又说了：他刚才还走过来气我嘞，讲我过不了今晚啊。他嘴巴真的很坏，你可以赶他出去吗？听到这个，我当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有些病患也会这样，在长期受到身心煎熬后，就会时不时出现一些幻觉。
而那个阿公自言自语了几句后，就撇过头继续睡了。过了一会儿，时间来到了凌晨1点，我也准备要下班了。那就是这样，我先下班咯。星星，还有一件事。怎么啦？是不是豆豆饭团真的对你有意思啊？那天豆豆不是还主动邀你吗？ Miss 冰皮，你等一下要来我家看我的猫表演后空翻吗？哎呦，不是啦，是我觉得那个阿公时间应该不多了。我心想，今晚到底怎么回事？阿公的病情已经稳定啦。怎么突然这样讲？不要touch wood嘞！阿公我们一直顾着来的嘛，情况都稳定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才嘞已经确认他没有问题了的，先回家啦。就这样，到了隔天一早，我回到岗位上时，就发现那个阿公不在床上了。这时的冰皮也匆匆走了过来。遗憾的事还是发生了。星星，昨天凌晨4点多的时候，阿公的病情就突然恶化，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但是阿公还是没能熬过去，就走了。虽然我看过了很多生离死别，但这次的事情还是太巧合了。我忍不住跟冰皮说了昨晚的事，你看是不是很奇怪？这里哪里可能出现其他人哦？而且这么将巧，你也会突然觉得阿公要不行了的？难道你有 sense 到什么咩？这时的冰皮才支支吾吾地说：我怕我说了你会怕其实我……原来外表看起来温柔细心的冰皮，从小就能看见所谓的脏东西。而据他所说，其实加护病房门外经常都会有好兄弟在徘徊。当然，已经见怪不怪的他，每次都会当没看见，才能专心工作。但是这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在阿公过世前几天，我没有在门外看到任何的好兄弟，但却在病房内，我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黑影，他几乎都要碰到天花板了。那个黑影会站在阿公的病床旁边，一动也不动的，有时又会贴近阿公的脸。我其实也是有点吓到了，因为这个黑影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想吐。而昨天我经过外面的走廊要过来跟你接班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高大的黑影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当下一阵反胃，可是又不想给他知道我看到他了，所以我就假装镇定继续往前走。但是当他经过我旁边时，我却看到已经无法自己起床的阿公竟然跟在了黑影的后面。然后我想再确认一次的时候，那个走廊已经看不到任何人影了，可是我却听见有铁链的声音还在那条走廊上回荡。我想，大部分的人离开前都会留下大大小小的遗憾。还活着的我们，还是好好珍惜当下吧，因为已逝之人再也无法体验到这些美好了。故事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星星的频道哦。那么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拜拜。